你为了我被纪萧家逃婚，我陆卓此生定不负你。陆卓，此情此景，真是和前世一模一样。什么？前世你教我识人心，今生我送你入地狱！快跑啊！萧家杨氏去云烟走了，马上出境还城啊！快跑！走啊！跑啊！还想着萧家？萧家通敌叛国人都死绝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！快走！走啊！走不走？走不走？没用！还舍不得走是吗？还舍不得走？苏氏元娘，谢云烟，当年你就是大人，你看，我已经把这个贱人给杀了，能不能宽恕我一下？竟为了这么个背信弃义的货色背叛萧家，
都去阴曹地府，给萧家人赔罪吧！杀尽满朝奸佞，记我萧家英烈！杀尽满朝奸佞，记我萧家英烈！你疯了！用弟弟的消息骗我逃婚，以结发之妻的名义骗我对你死心塌地，欺我、辱我、践踏我，甚至还要杀了我！真正该死的人是你！前世种种，皆为尘烟。这一世，我要活出一个全新的苏锦月。背叛萧家的人都得死。苏氏元娘，古寺的大火是你的手笔。我知你要杀我，不劳你动手。为了逃婚，你这是连命都不要了？我没有逃，是陆卓骗我，有走失弟弟的消息，我才跟他出城的。
总归是我对不起萧家。那要不要我帮苏姑娘把陆卓抓来，剥了他的皮，再碾碎他的骨，给你赔礼道歉？那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不劳你费心。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在护着那个奸夫？我不是。跟我回萧家，祠堂面前自己说清楚。前世大婚3月后，萧家父子就战败临川，背叛通敌，满门抄斩。年后谢云燕起兵造反，跟他回家，岂不是再去送死？我不能回去。你，公子，狼群随时有可能再出没，我们得赶紧离开。好啊，等狼群把你的肉吃干净了，我带着你的尸骨回去，也一样。喏，吐出来！你找死呢？我才不会死呢！我会比任何人都更要好好的活着。你说你到底图他什么呀？我萧家贵为镇国公府，大哥也是温润又英武，你却逃婚，跟了个饭都不让你吃饱的玩意儿。是我对不起萧家，是我下了人。你哭什么呀？我大哥因为你逃婚被人指责耻笑，他在被急召出征前还想着替你遮掩，对外只说你是突发恶疾，让我私下来寻你。出征为何会提前？那我就更不能回去了。你口口声声说对不起萧家，为什么不能回去？若我说萧家将有大祸，你信吗？谢云燕，不好的，谢云燕，你的死期到了。罗校尉带着数营的士兵，大张旗鼓的到此，有何贵干呢？陛下有旨，萧氏父子与叛军勾结，致临川失守，萧家女眷何府圈禁，萧家男丁全部所拿问罪。找死！为什么都不一样了？前世萧家出事是3个月后，谢云燕从来没有被抓，难道是因为我父兄在外保家卫国，征战沙场，还轮不到你这样的狗贼在背后构陷。你敢抗旨？
看来萧家不止通敌叛国，还有谋逆之心。全部给我拿下！放他们走。姑娘，公子本来是想要接你回府的，但如今萧家这样，姑娘保重，我要赶去临川报信了。撤！撤！阿远，你父亲本对我萧家有恩，你我婚事亦是因此结缘。我知你自父母离去，寄人篱下，多有苦楚。加之我常年征战在外，误你多年，我亦心中有愧。如今终能娶你，本想着你嫁入萧家，萧家从此可庇护你，却忘了问你一句：可愿嫁我？你若回头，待我得胜归来，定红妆十里，重接你入门。若遇良人，带他来见我，我以兄长的名义送你出家。拿上它，离开萧家，从此萧家与你没有半分关系。若上一世我知萧家如此待我，我绝不。
想救萧家吗？刘叔，快点！站住！我家老夫人救急犯了，戚小姐也受了风寒，求求你就让我们出去买点药吧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见死不救，求求你，没有天理！求求你！刘柱，刘柱！再不滚进去，少射！萧家营呢？需要银钱上下打点。我父亲留下不少家财，我去找书婶拿回来，他们一定会帮忙的。大小姐，您这怎么回来了？晦气，都烧了！哼，萧家死活不肯让我替家进门，现在就是他们的报应。苏锦元那个怂货，现在怕是被陆卓那个风流烂货卖了，还在替他数钱呢。还是母亲您想的周到，买通陆卓来帮我们。苏锦元这个没爹没娘的丧门星，这些年吃我们的占我们的，还敢跟你抢男人，早就应该把他给撵出去了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，苏锦元的这些好东西啊，现在就是咱们的了。苏锦元，原来陆卓竟是神母找来害我的。苏锦元，你怎么会回来？这玉佩，我弟弟从未离身。你是如何得到的？你拿了又怎么样？你弟弟都丢了那么多年了，早都不知道死哪儿去了。你拿过来，你拿过来！弟弟在哪？你们是不是也害死了他？我没杀他，我只是把他卖了。卖了？他当时才4岁，你们和杀了他有什么两样？老爷，老爷，要杀人了！苏锦元，你疯了！快把他拉开！苏锦元，我们养大了你，你不能忘恩负义。就是呀，忘恩负义。
还是要你？我给你，你等着。这给你，你放了心愿，快放了。这5万元，就当补回我跟苏家这些年的关系。从今往后，我与苏家恩断义绝。别是把人吓死你了，吓死你了！爹娘阿妈，总有一天，他们欠我们的，我会全部拿回来。这么多年，还好这个地方没有病。女儿啊，咱们好不容易拿到通行令，得赶快走。二嫂，二嫂，你怎么可以落井下石，就这么走了？我齐家女儿可以守寡，但绝对不能给通敌叛国的逆贼陪葬，指不定哪天就被抄家灭族了。你们不怕死绝，我们还怕被你们连累呢。萧家岂容你们肆意折辱？想走，哼，除非我死。母亲是要逼死我吗？好，那我就去死好了，只求母亲能放过我们齐家。好，万辉用死逼迫老师，那你死一个给我看看。苏锦元，你好，你们大意，你们不怕死，可是我怕。云瑶走了，萧家要是全都出了事，以后谁来给他上香？难道要让他当个孤魂野鬼吗？你如此重情重义，怎么不念经如素啊？别装了，贪生怕死，还要倒打一耙。你个逃魂私奔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既然心已不在萧家，我萧家还没有沦落到逼人留下的地步。谁让你回来的？说，到底有何图谋？还是来看笑话的吗？祖母、母亲，我逃婚在前，害萧家颜面尽失，阿元自知大错，特来请罪。我自知再无颜面对萧家，听闻萧家有难，想要献上绵薄之力。别喊我母亲，我嫌恶心。萧家即便没落，也轮不着你来接济。滚出去！
谢公子为了保全萧家，被罗玉抓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还以为阿燕在外可以躲过此劫，没想到她还是落到罗瑜的手上。他们真是要把我们萧家一个不留的彻底斩草除根啊！阿燕这次难有活路。大夫人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谢公子，让他知晓萧父的情况，否则我怕他被奸人蒙蔽，自寻短见。真到那时，就真的无法弥补了。我这次是有备而来，钱和药我都带了。老夫人，有办法能送我去见谢公子吗？你为何要帮萧家？你可知，你若进去天牢，就是九死一生啊！你不怕被萧家牵连吗？被一起满门抄斩吗？不怕，我已经死过一次了。我现在这条命就是用来还给萧家的。若我此去有去无回，我只求二位夫人能帮我照顾好爹娘。我此生作为女儿，还没给父母尽过一点孝心。苏锦元虽死无憾，只求以报萧家。求母亲、祖母，让我去吧。既如此，天牢的牢头杨红曾是我萧家军的部下，拿着他，希望他能有办法带你见到阿燕。你父母就交给我们了，萧家一定好生照顾你。等会只有一炷香的时间，有事尽快交代。谢公子，谢公子，是我，是我。
哎，罗大人，这大半夜您怎么来了？快藏起来！今日谢将军好风度啊，居然没一见我就破口大骂。看来谢公子是想通了呀，你们萧家通敌叛国，满门上下都逃不过一死。你以为你还是当年那个有端王撑腰的谢六吗？给我乖乖交出萧家的私印，说不定我还能饶了你这条狗命。私印，萧家，你们要私印，就是要给萧家罗织罪名，说明你们还无法把萧家的罪名坐实。我岂会因一人安危，害我满门忠烈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手里的剑硬。谢云烟，你最好老实交代，否则现在就要了你的狗命！谢公子，你就非得着急给萧家陪葬？罗宇，你想想你当年在端王面前摇尾乞怜的样子，不论你再怎么变，你永远都是那条狗。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罗大人，上头有交代，可不敢闹出人命啊！谢云烟，今天就先姑且放过你，别以为你能就此保命，躲得过初一，看你还能活得过15。你明知他想要你的命，你干嘛还要激怒他呢？万一你有个3长2短，这可怎么办？他不敢真的下手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才不能有闪失。现在这个境地，也就只剩你一个愿意帮萧家的人了。我得替大哥护着你。要在这里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萧家上下都在等你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好。6年前初见，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宿命是一条无法逾越的河。
谁曾想，你竟会以这般方式重新走入我的生命。今晚的事，多谢杨大人了。少夫人，我杨红没本事，救不出公子，但我会尽全力保住公子的命。一切全仰仗杨大人了。但还有一事，我甚有疑问。适才在狱中，我听他们数次提到过端王，这是为何？想必其中定有缘由。杨大人，为了萧家，可否告知一二？当年端王奉密诏回京，却被城门官罗瑜故意当成贼人殴打。端王世子齐胜与罗瑜冲撞之下险些丧命，幸亏大公子和六公子出手相救。后来罗瑜眼见计划败露，只得科足100余响头，跪了整整3日才求得世子原谅，怕是至今都怀恨在心。那今时萧家之事，是否也和端王有关？不知道，不过一直有传言称说萧家是当年端王入京的幕后推手，后来端王在与太子之争中也没能成功夺体。新皇登基后，端王府从此闭门谢客，避朝堂政事而犹不及。多谢杨大人，也替萧家谢过您。谢六公子的命，就交给杨大人。少夫人别客气，听说大婚当日少夫人得了急症，这婚事也没办成。等少将军回来，一定会把少夫人真正的娶回家。少夫人，拿着灯，走夜路就不怕了。多谢大人。阿燕她可还撑得住？谢公子并无大碍。我听闻谢公子与齐胜世子交好，我想去求助世子，不知怎样才能觐见。我们又怎么会没想过找世子？只是现在满朝文武对萧家避之不及，世子更是怕惹祸上身呢。我明白，但我还是想一试，说不定另有他法。我知道自己从前所作所为，对萧家来说难以被原谅，还请老夫人让我放手一试。万一他没有万一，不如放手一搏，反倒可能安全。你以为没有私印，没有叛国文书，萧家的罪名就定不下来吗？真正想让萧家亡的，
是隐藏在朝堂里的幕后黑手。阿渊想的没错，现在唯有把世子也拉进乱局，让这些人心存顾忌，才可能度过此劫。但愿老天能厚待一点点萧家。哎，后厨叫你，我来吧。哦，好。公子您喝茶。好，慢点。您尝尝这个。谢谢。这样可好？我来吧。果然是他，看来我猜的没错。前世和谢云烟一同造反的人，就是端王世子齐胜。那此人必定不肯屈居人下，暗地里对朝局甚有不满。他可能是萧家的唯一转机。你一个小女子，女扮男装接近本世子，意欲何为啊？世子住手！我是萧云熙的妻子苏锦元。世子，原来是你。你不是逃婚了吗？怎么，现在萧府出事，你又自称是萧大哥的妻子了？你到底有何目的？听闻世子年少时与我夫君六弟交好，眼下六弟蒙冤入狱，萧家被扣上通敌叛国的罪名，还请世子施以援手。萧家通敌叛国是大罪，惹得现今圣上龙颜震怒，端王府此时插手，岂不是自取其祸？这么看来是小女子看错人了，我以为世子是当世英杰，没曾想也不过是见识泛泛之辈。我也以为姑娘不是泛泛之辈，不也就会点激将法吗？当然不会，我此来是要给端王献保命之策。可否想听？我堂堂端王府，岂会用得着你保命？世子该不会以为，现如今波谲诡策的局面只针对萧家吧？萧家被诬害的真正原因，我不信世子猜不到。等这些人扳倒了萧家，便该轮到谁了呢？萧家在当年的夺嫡之争中，被认为是端王的党羽。现今圣上荣登大宝不久，就有人急不可待，想把矛头直指端王。但他们担心萧家手握兵权，让皇上有所忌惮，所以只能先灭萧家，再去诬告端王。你说到时皇上会如何裁决？你这刁民竟敢妄传圣意！
我此行就是代表萧家向端王殿下表明心意。若我们能度过此劫，萧家对端王永不辜负。如若放任萧家不顾，世子也不会再有后路。好，萧家罪案我会帮你调查，同时策动太学院舆论造势，然后在朝堂中领衔上书为萧家鸣冤。不过最终成与不成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多谢世子。山河泣血，日月蒙尘。镇国大将军萧府3代戍边，久战定江。然奸佞构陷于庙堂，竟以通敌叛国4字，莫须有之罪，欲诛忠魂于史册。祖母，阿言，今日一早，太学生以此檄文。我们一起给祖宗上个香。谢公子，我给你做了身新衣裳，这衣服料子软和，养生穿最合适了。你出来拿一下吧。
好，你放在外面就可以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在擦药呢。啊。谢公子，谢公子，我爱吧。我帮你吧。我自己来就行，没事。堂堂谢六公子，受这么重的伤，上个药还推三阻四的，是怕羞呢，还是怕疼呢？你不让我上，我就去报给祖母和母亲，让他们来给你上。哎，别！好吧。若是疼，就喊出来，不丢人。我一直还没问，你的伤好了吗？我没事，已经无碍了。不也是这样？我自幼父母离世，苦吃的多了，也就不觉得苦了。那都是没有大哥和我的时候，以后我都会保护你的。是我愧对萧家，我不值得你们这般待我。我只想，好了。我帮你。我自己来就好。啊。我帮你收走了。哎，苏景远，我知道你很难原谅自己，但对我来说，你就是最值得的人。谢谢你，谢于燕。这三角梅开得多漂亮！你看，是老夫人，大夫人，怎么了？将军和少将军殉国了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
可能！萧家六子谢云烟，皆父兄还家。阿锦，云溪，云溪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！阴魂未散，尸骨还家。迎将军和少将军回府。撤！撤！树营得密令，萧家父子有假死脱身之嫌，我等奉命追查，开棺验尸。今日是我萧家亡灵还家之日，陛下恩准的，你奉的是谁的命？萧家父子无故暴毙，尔等百般阻挠，看来这棺椁之内必有蹊跷。开棺！是。想开棺，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阻挠者，杀无赦。临川一事未有定论，罗大人是要擅自将萧家灭门吗？走开！谢云烟，开棺！狗贼，欺我萧家无人！那我就去陛下面前问一问，这天下公道何在？
萧家蒙冤，忠魂难安。嗜血清白，天地可鉴。我和你一起。邓文跪下，可是要用血鸣冤的，你确定？萧家蒙冤，忠魂难安。嗜血清白，天地可鉴。朕对你们萧家一再容忍，你们居然敢敲登文鼓，再叩宫门，拉出去，杖责！萧家满门忠烈，却遭奸佞诬妄，砸棺入室，要将我萧家满门覆灭。若我萧家有罪，我谢于业，第一个赴死。可我萧家无罪，陛下。若你不能还我萧家清白，便把我们全杀了吧！我萧家生早于天地之间，就算是死，也绝不背负无名。陛下，萧家乃一品镇国公，民心所向，罗瑜却假传圣旨，怕是百姓不明此事，恐会污了陛下圣名。陛下必须亲审此案。陛下，罗瑜假传圣旨，伪造证据，辱人尸骨，栽赃陷害萧家，确实罪有应诛。可萧家有冤可诉三司，却煽动民心来要挟陛下，陛下不可亲审，此例不可开。我当时就该和你们一起去，为何要独留我一个人？
作死。都不在。守护着你，如钦此。老夫人，罗瑜已经被斩首，萧家冤情已经昭告天下，邵将军和萧将军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此案已结，还请节哀呀。萧家通敌之术，到底受何人指使？临川战败，为何无人支援？一个罗瑜，可办不到这些事，为何要如此草率结案？我知你心有不甘，可只要萧家人还在一天，就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。三嫂，三嫂，三少夫人这是血脉，只是忧思过甚，之前服官又有冲撞，这孩子怕是……大夫，求你保住柔儿，保住我萧家血脉。老夫只能尽力而为，若有神医，或者能保他一命。这该如何是好？哎呀，你要是再不行的话，我就把你埋了算了，不吃了。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来了来了。人呢？在哪儿呢？大夫，小娘子，投怀送抱的可是看上本公子了。哎，你这哪门子大夫？我看你就是个登徒子。我呢，治病救人看心情，我可没见过上门找骂的。小胡，插出去吧他。哎，大夫，我是来找您救命的。我弟妹怀孕大出血，萧家男儿皆战死沙场，好不容易留下血脉，求您救救她。那好吧，救人要紧，走。怎么样了？成了。不过到底是母体见了红，接下来半个月，我会每日过府为她施针，再辅以汤药，熬过这半个月应该就没事了。你们萧家为国为民，这都是我尽医者本分。要谢啊，就谢苏小娘子吧。
行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慢走。啊，席大夫，你衣服脏了，我带您去更衣，洗干净还给你们。那便谢谢苏小娘子了。我去吧。她一个女子，哪来男人衣服给你？我。谢公子还待在这儿不走，是想旁观本小爷更衣啊？莫不是对本小爷有非分之想？哈，你这人真是龌龊心思！你赶紧把衣服换下来，我叫人去洗。不行，我这衣服的料子呢，可是金贵的很，须得小娘子娇嫩的手洗才行。我看苏小娘子就很不错。席大夫，请你放尊重点，她是萧家的萧少夫人。谢公子，发这么大火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调笑的是你家娘子呢。你别胡说，一天到晚的。你脸怎么这么红？我知道了，该不会是血气方刚的年纪犯了风月心病吧？我替你瞧瞧。你有病吧？你有病赶紧去治。小样，跟我斗！哪有一点大夫的正经样子？阿燕。没事，这儿。席大夫换好衣服了吗？你以后不要和他单独见面了。为何？小阿元。那就辛苦萧少夫人了。席君宁是外男，你不能。哎，这可是本公子最喜欢的衣服，若是让臭男人碰了，会心情不好。心情不好的话，就不想出门看诊喽。你不也是臭男人？阿燕，席大夫放心，我一定亲手洗。那就辛苦苏小姐亲手为我洗了。你不会真要给这个臭男人洗衣服吧？倒是不臭，反而……大夫，果然是女子的熏香。笑什么？你该不会……啊！别胡说，席大夫是咱们萧家的救命恩人。公子，世子的信。冯奎，居然是他出卖了父兄。
父兄带他侵入兽族，我要亲手杀了他，为父兄报仇。阿爷，你还有伤在身，要如何去？难道我萧家的仇就这么算了吗？让开！公子，少夫人说的对，一定先治伤。上来，松手！谢爷，公子，公子，快去叫席大夫。好。他之前在牢狱受了伤，后又被皇上杖刑，导致3根肋骨断裂错位，内府出血。我现在需要替他疏通心脉经络，我这几针可能会有点疼。我施针的时候，切不能让他倒下，也不能让他咬到自己的舌头。阿爷，最后一针。阿爷，身上这么多伤，还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。
嫂嫂，你可知我见你的第一眼，并不是在悬崖。大哥从前提你，眼目明眸里总是藏不住的欢喜。直到河边见你的第一眼，我就懂了。那日崖下见你满身泥泞，我在壮汉里，眼里却仍是当年河边的。梦醒再看一回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祖母，阿言，祖母，祖母，阿言肋骨断裂，受了不少苦。祖母，我没事。昨日从齐世子那边得到消息，背叛父兄的人是冯奎。我要去给他们报仇。你不要命了？你先坐好。能收买萧家心腹，这幕后黑手没那么简单。放心吧，我亲自去向皇上讨一个公道。陛下，臣父泣血陈情，吾父儿非死于战败，是为奸人所害。彼等此举，伤我萧家，蔑视国法，欺瞒陛下。父请陛下圣察，严惩元凶，以安忠魂。萧老夫人既有所求，陛下必有恩赏。萧家3代忠烈性命，岂是这些黄白之物可偿？我们要的是真相。老夫人，您还是安心养病吧，莫再叨扰陛下。哎，母亲，祖母，我扶你回去休息。走，慢点儿。陛下不给萧家一个公道，那萧家的公道，我自己来讨。谢云燕，你不要冲动，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我们还需从长计议。萧家遭此横祸，萧家女眷还需要我照拂，我不会意气用事的。那就好。临川一案的真相，我定会尽全力帮你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您娘家来人了。哎呀，
这国公府啊，果然是气派。早知道萧家会平反，我就该死赖在这不走。现在这一切本来就都该是我的。娘，你得替我做主啊！你放心吧，这事儿现在可由不得他，他这回休想再耍什么心机。况且，咱们手上现在有他的把柄，他不敢不答应。我不是说过，我与苏家已经恩断义绝，你们还来做什么？阿言，婶婶呀，今天是专程过来登门道歉的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得那么不愉快呢？哦，二婶是来道歉的呀，那道吧，我听着。我刚不是说过了吗？道歉可不是你们这么道的，你该说，夺我父母家财是你卑鄙下作，让苏新月抢我的婚事是你厚颜无耻，让陆卓欺我毁我是你禽兽不如，卖了我弟弟是你丧尽天良。苏锦元，你爹太过分了。阿元，其实婶婶是过来帮你的。你说你们萧家这日后还有很多事要仰仗着谢六公子的。哟，他这要是娶个不入眼的，你这寡嫂的日子可就难过了。可要是你让谢六娶了苏新月，你们就可以里应外合，把我萧家也吃干抹净了，是吗？你要是把我们新月嫁给谢云燕，我定是不会亏待你的。你们姐妹二人联手共享荣华富贵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可我不愿意。你凭什么不愿意？凭我六弟出生入死，还萧家稍许太平。只要我还是萧家少夫人，你们这样的人就进不了我萧家门。姐姐是不是忘了？是你亲手拿这个杀了陆卓的。在古寺发现陆卓尸首，仵作验尸，是由利器割喉所致。是杀了他，怎么？你也要来送死吗？你干什么？你不怕我们告官吗？告啊！我要是死，一定拉你们全家陪葬。现在立刻给我离开萧家，出去！你们敢在萧家欺负我萧家人？你要干什么？给我滚出去！谢云燕，我一定会让你看到她的真面目。你还有伤在身，别动气。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吧。好。过来。母亲。跪下。
母亲，我是做错了什么吗？你自己好好看看，街头巷尾都传遍了。我萧家被人笑话退婚也就罢了，怎么就莫名的背上了杀你奸夫、夺人妻子的罪名？母亲，这是苏家泼脏水，我这就去找他们。你跪着！这种事情你说得清楚吗？你还嫌萧家不够丢人是吗？可是什么？说到底，还是你自身不正才会招来这等是非。可怜我的云溪，死了还要被人戳脊梁骨。母亲放心，我一定处理好此事。如若不能，我自请离开萧家。母亲她说的都是气话。我知道，苏家是冲我来的，可我不能看着他们污蔑萧家。你别担心，我会想办法澄清此事的。大不了，我把陆卓找出来，当堂对质。不用找了，我杀了他。你来寻我那天，我杀了他，我还烧得他死无全尸。苏家想以此威胁我，但我不认，是陆卓欺我回我。欠我一条命，他该死。不就杀个恶人吗？我杀的恶人比你多多了。善恶有报，你该笑的。谢云烟，谢谢你。席大夫，阿燕的病怎的不见好啊？我看，该不会是谢公子总是动情伤身，想让人照顾你吧？你闭嘴！席大夫，阿燕是不是发烧了？怎的脸这么红？她呀，她怕不是在想什么人吧？你能不能别胡说？我说的是，你想的是你的梦中人，不然你脸红的跟猴子屁股似的。没烧变好。阿燕，你有喜欢的人了？你别听他胡说，你若有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帮你相看相看。
好好养伤。阿燕，你的梦中人是我吗？你心悦我吗？阿燕，阿燕，醒了吗？该喝药了。那我进来了。好。记得喝药。哎呦，怎的伤口又疼了？哦，没有，没有。怎么呆呆的？你的梦中人是我吗？是烧着了。这又是如何了？吃药吃癔症了？不是让我吃药吗？药。向来照顾好公子，我出去一趟。是。公子，先别弄这个了。你一会儿和我去找趟齐世子，不要告诉少夫人。啊？少夫人刚就去找齐世子了。啊？你穿女装倒是清新不俗，不过苏姑娘胆子够大，这满城风雨都在说萧家杀人夺妻，苏姑娘居然还敢出来私会我这个外男。我来找世子，正是为了此事。我要告御状，洗脱污名。苏姑娘居然是个烈女，为了名节居然拼命，本世子佩服。世子错了，苏家大闹萧家，折辱污蔑的不仅仅是我，而是如今无官无爵的萧家。哦，我懂了。所以苏姑娘是想洗脱污名的同时，顺便给谢六谋一个差事。没错，罗瑜虽死，但他做的事情总有迹可查。阿燕一直在想办法进树影，我希望我在告御状的时候，世子能帮忙运作一二。军中事务，我可插不了手。
谢云燕若是进了树营，重振萧家，世子不就可以插手军中事务了？你真是越来越让我刮目相看了。你尽管去做，谢六树营校尉一职，本世子一定给你谋来。齐胜，我的事情，你冲着他做什么？谢六，本世子可是要跟萧府合作的。那就跟我谈，别把他牵扯进来。走。阻子过河，朕进不退。原来进树营调查就是你说的从长计议。树营的事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家里还需要人，你别再去冒险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徐大夫说了，你的病要多躺着，好好休息吧，睡一觉。嗯。哎。现在天气太热了，我怕热，要不你给我扇个扇子吧？啊，萧大少爷，你还真是会使唤人。3月份的天，你让人给你打扇子？你知道什么呀？你知道？好，我就在这里，哪里也不去。我让夏雷去库房里找把扇子。真睡着了？当然，我西君宁出马从未失手。倒是你，为了萧家这么做，值得。别把我想得太好，只有萧家好了，我才能好，不是吗？苏锦元，是你让萧家蒙羞，现在反倒要问朕要一个公道，朕是该说你厚颜无耻，还是胆大妄为呀？皇上明鉴，臣父苏锦元被人污蔑也就罢了，可萧家不能。萧家儿郎皆战死沙场，妇孺孤苦无依，如今却落得个任人欺凌的下场。你的意思是朕亏待辱没了功臣？
好，那朕就明旨，帮你洗清污名，赐谢云燕官职，你可满意？臣妇谢皇上隆恩，皇上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！这就够了。你不会明日又有什么要求，再来敲朕的登闻鼓吧？臣妇自知触怒天颜，罪不可恕，望皇上责罚。算你有自知之明，那就去宫门外自行领御前廷杖吧。醒了？他呢？去宫门口接他吧。他去敲登闻鼓，为萧家鸣冤。想要萧家起复，他这点代价还是值得的。说过，我自己会挣。放手！你现在闯宫，他这顿打就白了。行刑结束。臣妇谢主隆恩，皇上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！回家。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你这个只会下迷药的庸医。苏小娘子托我办事，我怎么忍心拒绝她？所以你就让她去送死？你就不怕那个刑罚要了她的命？倒也不至于。你为什么骗我？这位公子，你还是拿好他的药方吧。凶人这么大声，苏小娘子她是为了谁啊？你还在这凶她？
去道歉。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担心你。凶都凶了，就这么道歉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我谢云燕对天发誓，从今往后，如果再对苏锦元说一句重话，就让我天打五雷轰。哎，谢云燕，不得好死。你这句话对嫂嫂说，好像有点奇怪。其实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你因为我受伤了，也不会再辜负你的苦心了。这一句话听起来好像更奇怪了。好了，席大夫，你别再逗他了。阿燕，去帮我抓药吧。好。苏小娘子这六弟，怪有意思的，这傻劲真是少有，倒是不耽误他对你有情有义。席大夫好像对我的六弟格外关注。苏小娘子莫不是吃醋了？又胡说什么？我只是觉得席大夫也是女子，若是喜欢我六弟，也不是没可能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是个姑娘。得了吧，就你把那六弟当个宝贝。本公子啊，还是更喜欢香香软软的小娘子。这样吧，那我以后叫你小阿元好不好？那我就叫你阿宁吧。于是，苏新月，你二人可知错？公子，按照律法，肆意诽谤他人，处杖责。行刑完毕。多谢校尉大人手下留情，日后我一定好好管教家眷。你二人今日所受之刑，不及他分毫。若不是顾及律法，我定要你二人与他感同身受。于是，苏新月，此二人造谣污蔑我萧家大少夫人苏锦元，皇上钦判，为苏锦元正名。日后若再有造谣议论者，与他二人同罪。回屋吧，还不够丢人的。苏锦元，既然你羞辱我，来日我一定加倍奉还。听说你接管戍营不过3日，倒比罗宇掌兵3年更得军心。这般烈火烹油的架势，当心烧着萧家祠堂的牌位。哼！我若不尽快拢得军心，怎能查明萧家之事？临川3万将士的鲜血，总得有人跪着舔干净。
谢兄，那就不如做个纨绔，让他们误以为你不追究了，说不定线索自己就会浮上来。世子这招以退为进倒是风雅，只是让阿燕学年扮猪吃老虎，怕是比上阵杀敌还难。苏姑娘真是有勇有谋，玲珑心巧。我府上正好缺一个伺候笔墨的，若苏姑娘愿意来端王府，红袖添香。世子慎言，我萧府内眷，不劳世子费心。齐生深藏不露，若能和他结盟，萧家起伏必有可能。世子府上若真缺人研墨，那我萧家屋檐再破，也容得下你。后院抢食的珠子，告辞。苏景元，有意思。阿布，祖传秘方，包治百病，看一看啦。对不住啊，是我没控制好力气。只是没控制好力气，脾气呢？是齐胜他轻浮在先呢。难道你还真想去他府上？我是觉得齐世子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端王府之前能得皇位之争，想必背后势力不容小觑。若我真能得他信任，有了他的帮助，想必日后我们萧家也会好过些。我会撑起萧家的，你不必去给人做小伏底。冰糖葫芦儿，蜜饯，冰糖葫芦儿。小七最近总闹着说要吃蜜饯，正好你帮我尝尝。小七机灵懂事，怎会闹你？那是你没见他闹的时候，帮我尝尝吧。好吧。不错，好吃的。你觉得好吃，那小七肯定也喜欢。都给我来一些吧。哎，好。买这么多，小七吃得完吗？祖母说，女孩子嘛，总是要娇养着的。等我以后重振萧府了，我要让你们全都娇养着。我小时候也很爱吃蜜饯，可父亲总说吃多了会坏牙，不让我吃。后来我就跟他赌气，我说等我长大了就开一间蜜饯铺子，再养几个美少年，每日做做生意，喝喝茶。你还打算养美少年？多谢。美食、美景、美人，这才叫逍遥日子啊！苏伯父说的对，甜食还是要少吃，吃多了坏牙。
大哥，哎，还挺好看的。谢远远，你干什么啊？你把你面具摘下来，摘下来！怎么，你也有这种癖好？大街上看到长得好看的美男子呢，就上来动手动脚的。你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呢，可是我信灵堂的人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只是觉得他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故人。故人？怎么？你是真的你在搭讪小娘子呢？啊？啊什么？再赖在这儿不走，我就去告诉苏小娘子。你呀，当街调戏我的男人。你的男人？啊！你简直是，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说吧，你是不是跟谢远远有仇？我足足救治了你1个多月，你的命是我从阎王那抢回来的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成天鬼鬼祟祟的盯着萧家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可不想救错了人。我是萧家长子萧云熙。萧云熙，那萧家墓里那位是？当时临川大败，我冒死突围求援，却不料路上遇伏。福将穿了我的衣服，兵分2路，掩护我离开。后来福将身死，尸首被送回了萧家，而我被追兵追至山崖，被你所救。如今萧家好不容易破了局，尘埃落定。此时我若回去，
定又是一场轩然大波。更何况，我也身中剧毒，命不久矣。萧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喜姑娘不必为难自己，我现在只想尽快查明临川一案的真相。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的？姑娘大意，此事我定会帮你保密。不是，你到底怎么知道的？你偷看我更衣了，还是你偷看我洗澡了？你说呀！姑娘不必问了。你要是不说的话，你今晚就别想睡。你说呀！哎呀！若那人真的是大哥，为什么不肯回来？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？公子，城南破庙查到风葵踪迹。阿燕，我看你今晚心神不宁，给你煮了参汤。哦，我准备睡了。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好。风葵，萧公子，他们在江南贩卖私盐，萧将军接获的根本不是军粮绸缎，他们用我妻儿的命威胁我，我对不起将军。吃下去，解毒的。大哥，果然是你！你既然还活着，为什么不回家？你为一明一暗，才能方便行事。临川一案不明，我永远只能是个死人。回去吧，别让祖母还有母亲担心。那他呢？我要把你活着的消息告诉大嫂吗？不必了，
大仇未报，何谈儿女私情？走吧。快来人呐！六公子一进府就晕倒了。行了，算他命大。提前吃了解毒丹，现在已无什么大事了。不过晚上要散了毒，应该会发热，好好看顾这些就好。麻烦席大夫了。小娘子，你还是好好看紧你家这位小公子吧，一天天的身体还不如小姑娘呢，大半夜扰人清梦。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是嫂子？阿月，阿月，阿月，你别走，别走，阿月，你别走，我疼。公子，昨夜少夫人守到天亮，这是她为人准备的安神香，让您睡得好一些。多谢嫂子，但我休息的挺好的呀。睡得好？公子你还是改改你说梦话的毛病吧。梦话？我说什么了？那个，我现在为父兄准备百日祭礼，说要去普济寺给父兄祈福，让你写一份祭词。哦，好，我这就去写，我去写。哎，少夫人，给我吧。我去库房准备祭礼单子。库房也不在那边。
谢云烟，你怎么可以有这等心思？你该去做的是查明真相。哎，公子，计策写好了？写好了，备马，去树营。哎，公子，计词不拿给少夫人吗？你给的。公子该不会躲着少夫人吧？祖母说，女孩子嘛，总是要娇养着的。等我以后重振萧府了，我要让你们全都娇养着。阿元，母亲，阿燕的校尉之职多亏了你周旋。这只镯子呢，本来就是要给云溪媳妇儿的。戴上，挺合适的。后天你去祈福的时候，把它戴上。云溪看了会高兴的。母亲先回了。阿燕，是啊，只要是可心，一定会想您的。谢谢。哟，这不是萧家寡妇要去上坟吗？哼，这自家亲戚都不认，这别人家的坟，哭的倒是挺殷勤的呀。你们算哪门子的亲戚？倒是比不上你当初想要替嫁，费尽心机进萧家般的殷勤。只可惜我夫君和六弟都没看上我。苏锦元，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我早就拿下谢云燕了。这大白天的，怎的发起梦来了？杏儿，我们走。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，离我萧家人远一点？我就是喜欢你，是他先羞辱我的。他不过是你大嫂，凭什么一直霸着你啊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大庭广众的，你给我注意点。看到了吧，谢公子方才害羞了，证明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你呀，就好好当好你的萧家寡妇，少惦记你小叔子。谢公子
你六弟，我势在必得。哼，回府。哎，您看看吧，哎，这个啊，哎，他这是要去哪儿做法事？听说是普济寺。风景好看吗？哦，萧家今天要去普济寺祈福。那你要去吗？西姑娘，有件事得麻烦你一下，我不好当面跟阿燕接触，麻烦你通知她一下，有人在盯着她。我是个大夫啊，我一天天现在都在干什么事儿？我好不容易穿一次女装，我又要还回去。辛苦西姑娘了。知道了。真快啊！61年中元节，是啊，去年来祈福放河灯，就像没过去多久。今年咱们人虽然少些，但是神明一样会保佑咱们萧家的。阿燕，快跟上！有香吗？纸钱有，来一份，谢谢。拿好啊，拿好。有香吗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祖母他们都在大殿祈福，让我过来叫你。怎的手又受伤了？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刚才一不小心，我自己划伤的。你别担心。我是说，祖母看到了会担心的。梦醒再看一回。谢公子，好巧啊！
你怎的也在这里？我跟谢公子有缘，自然会在这里喽。懒得听你发痴。阿燕，走吧。哎，你凭什么让他走？苏锦元，我提醒你，你是他大嫂，不是他夫人。我不用你提醒，我很清楚。云燕哥哥，我又没说错。跟我走，有话跟你说。云燕哥哥，等等我！云燕哥哥，你走的怎么这么快？都撞疼人家了。云燕哥哥，你是不是误会人家了？我只是心悦哥哥已久，放在一时心急才口无遮拦。你看，我还给云燕哥哥准备了中元节礼物，你就原谅心悦嘛。苏心月，我警告你，离我萧家人远一点，否则别怪我对你苏家不客气。云燕哥哥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我是真的心悦你。佛门清净地，成何体统？苏锦元，我一定会嫁入萧家，然后狠狠地把你踩在脚下。只要这谢云燕在，这萧家的案子就不能落定，他必须死。可那个苏锦元总是从中作梗，破坏我们的计划。除非没了他，谢云燕才有可能落入我们的圈套。否则，咱们再怎么筹划，先弄掉苏锦元。希望祖先能够保佑我们。就在这儿吧。这段日子也辛苦锦元了。走吧。哎。你不走吗？哦，我想给我爹娘和弟弟也放一盏灯。爹、娘、阿洛，要真有来世，愿你们平安顺遂。
你怎的回来了？我最近在想，如果当时我没有在崖边遇见你，你也没有阻止我和罗瑜交手，没有回京城，没有回萧家，那如今的我会是什么样的？不要去想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你此刻只需要向前看。多谢你把萧家从绝境中拉了出来，也因为遇见了你，所以我才……你是我嫂嫂，我会敬你，护你。唯独不能喜欢你。我听说这河灯飘得越远，思念和祝福就走得越远。那就愿我们平安顺遂，各有圆满吧。月有盈亏，花有开谢，何来圆满？自古所愿由心生，只叹世事何所依。看来这愿何等是撑不住的。既然撑不住，那就让它沉了吧。萧家案发后遭遇的一切，我都同你说过了。是苏小娘子和谢公子撑起了萧家，患难与共，他们二人难免亲近些。你回去以后，谢姑娘，我萧云溪岂是如此浅薄之人？何况锦园与我也并未真正成亲。我既命不久矣，又何苦再让他为我伤心一次？萧大哥，我可是神医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，放心。大嫂，祖母说了，今年天气特别好，收成也会很好，我种的花花长得也会很好。大嫂，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间就打雷了？
贞洁哪有命重要？你看看外面，每天饿死多少人！你去陪地主家的傻儿子睡一觉，还能换碗饭吃。我不要。走，走，快走！快！前世并非丰年，2个月后凉州大旱，商家坐地起价，饿殍遍野。怕是要下雨了，先回去吧。怎么晴天打来了？没有吓到你吧？我听老人说，天有异象，必有大灾。万一西北真的发生旱灾，国库又因为临川战事吃紧，朝廷怕是没有多余的钱粮赈灾了。慎言，此等妄议朝政之语，断不能出自萧家之口。我知道，我们可以找人暗中打听西北那边的情况，秘密囤粮。若真有旱灾，这些粮食可以解燃眉之急；若无旱灾，我们再想办法把粮食倒卖出去，不会亏损太多的银两。打探消息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但筹粮所需的银两，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我去说服祖母。有时候我觉得，你像是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一样，就像当时，你能预知到萧家会发生不测。我也只是猜测。我没有别的意思。若风奎所说的军粮账册，其实是私盐账册。如今父亲已死，幕后之人并未放过萧家，那这个账册应该被父亲藏在凉州。说走就走，就不能告诉我为什么？难道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吗？凉州年后就不曾降雨，新任太守好大喜功，对此根本不曾上心。我去查阅了历任太守令对灾年的记载，你的猜测很有可能成真。那我现在就开始囤粮。祖母已经帮忙做好了各路文书，若此事能成功，不仅能够解旱灾之困，还有助于萧家祈福。再让阿言上一步，说不定重振萧家有望。慢点儿，慢点儿，这个放这边。好嘞，好嘞。这袋放这儿吧。好，来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好，小心点儿。放这儿，放那边就行。好嘞。你不是在当值吗？怎么回来了？今晚第一批粮食已经到了，我怕你太辛苦，就提前回来一起帮忙。最后了，最后了，小心啊，让着点儿。慢脚，好嘞。到这儿就行，来来来来。
是你。齐世子，为何鬼鬼祟祟进我萧家？我听闻，最近有人暗中收购粮食，虽然分了好几条路子，不过最终都流向这一个地方。你们为何鬼鬼祟祟的囤粮？我高兴，我乐意，不行吗？如此大肆囤粮可是重罪。谢六，你最好跟我说实话，否则我就去御前告你一状。囤粮之事是我干的，与他无关。你说什么？西北有大旱？你敢隐瞒不报？是将有大旱，我现在上报，那是妖言惑众。别人我不了解，你我能不知道？你若没有十足的把握会有旱情，你会这样做？真的是为了赈灾，再无其他心思。世子此话何意？我自然是为了赈灾，若是为了挣钱，我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所以，我猜苏姑娘所图更多，比如灾情一起，你用粮草做筹码为要挟，送谢六一场平步青云。苏姑娘，我说的对吗？囤粮之事为国为民，我为萧家谋一点私利，无伤大义，有何不可？哼，谋私利也能被你说的大义凛然？为何不能？纵然世子知道萧家是冤枉的，不也权衡利弊，保全自身？如今世子问我为何，我为的是萧家老幼妇孺，在无权无势的时候，不会被人踩在脚下。苏景元，你不就是想让谢云燕出头，对吗？是。好，可敢与我赌一场？齐胜，你有什么必要为难他？赌什么？我不阻止你们筹粮，甚至还可以帮助你们。但灾情一起，粮草必到，我会运作，让谢云燕领赈灾钦差一职，给他一个平步青云的机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一切的前提是你笃定有旱灾会发生。那是自然，如若没有，我苏锦瑜任凭世子处置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齐世子，天色不早，已经黑了，请你离开吧，否则被人发现你与我萧府来往过甚，小心世子苦心经营的纨绔面具就这么掉了。这个世子倒有些爱民之心，将来说不定
会有大作为。在你眼里，我就这么无能吗？我难道要你牺牲你自己，来换我的平步青云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不想你再那么辛苦。可你也不能任由其成败部。你怎知他要什么？万一他要……大不了让我为奴为婢，我不在意的。可我在意。别再委屈你自己，谁都不配，包括我。大哥，安叶，怎么了？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大哥。是大哥对不起你，把萧家的重担都放在你一人身上。对了，筹粮的事情怎么样了？筹粮很顺利，可就是太顺利了，我心里难受。全家人，尤其是……就为了我的青云路，把所有都堵上了。大哥知道这很辛苦，但你更要坚持走下去，才对得起最心疼你的人。好了，既然筹粮顺利，那我这就去联络萧家旧部，随时准备支援你。快去吧。好。云烟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让那个人失望的。少夫人，你的5间铺子跟城西一处房产全部折成银票，交给齐世子去买粮了。不过，听那衙役说，卖铺子的时候苏家母女前去打听过，他们也都囤粮。我那婶婶向来心眼子多，让他们囤去吧。大家今晚辛苦一点，轮番值守。好嘞，别让粮食淋了雨啊！哎，知道了。没了吧？慢点儿。你何苦这么拼命呢？如今在萧家，大家对我这般好，我想为大家多做一些。你做这些，不也是为了我吗？小阿元，你莫不是嫌这棺材铺的生意太不好了，想过去捧捧场？席大夫，璀夏还是留点德吧，要不然小心被人打出去。跟我走啊？行啊，那我走便是了。不打扰你谢大公子
跟小阿元献殷勤。辛苦跟我过了这一套，不进去看看？站在这儿当忘切使啊？为什么不进去？不用了，我现在还不能在他面前露脸。况且，你把他照顾得很好。我是因为他感染了风寒，我一时情急才会。我知道，他病了，你只是照顾他。不要喝了。要我说呢，你这病不仅是因为风寒，还是因为心病。我能有什么心病？难道谢公子不是你的心病？你不会以为我傻吧？阿宁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他只是我六弟，我不能再对不起萧家。那你就对得起你自己吗？大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先生妄念。阿燕，其实总之，萧云熙已经死了。现在活着的，不过只是借席大夫药炉冲燃的残灰。阿元是个好姑娘，你照顾好她。若有可能，我希望你可以从小到大，不管我要什么，大哥都会给我，都是我的错。从今往后，我绝对不会再逾矩半步。如果阿燕，但凡有半分可能，我绝不会轻易对他放手。只是，如果有一天萧云熙真的回来了，你当真心安理得的当谢云燕的大嫂吗？这只镯子呢，本来就是要给云溪媳妇的。云溪看到会高兴的。
你要知道人生苦短，韶华易逝，可千万别辜负了自己，也别辜负了别人。阿元，小心！你去看看吧。好。还是个孩子，一点都藏不住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不小心。进出的时候小心点，病人不能受风，不知道吗？小阿元，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，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他给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。六弟，输营那边军务繁忙，我这里有席大夫、三嫂照顾，你就不用来我这边了。等天晴了，我想把你大哥的东西拿去晒一晒。那你多注意养病。店家，会合说好的，又不肯卖与我了。哎呀，这实不相瞒啊，这几天前呀，就有买家下了定，要花高价，让我把米啊给他留着。留到几时？这眼看新米1个月后便会下来，到时候您这陈米要如何要上价呢？哎呀！我看是谁敢抢我生意啊！我买米是为了抚恤萧家战死士兵的遗孤，怎么，妹妹也要同我一起吗？你疯了吧？就为了抚恤，把你铺子都卖了？我劝你不要为了和我斗气，把苏家那点为数不多的家当全都赔进去。苏新月，想不想拿下谢云燕？想。那就按我说的去做。你做这些，不就是为了讨好萧家和谢云燕吗？你做得，我怎么就做不得？我保证，从今往后你买不到1粒米。我记得苏家没有这么厚的家底，这些银票
该不会是二叔贪腐来的吧？你敢污蔑我爹？我……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啊，我就说谢公子怎么可能看不上我？苏锦元，你身为大嫂勾引小叔，你还要脸不要脸？苏新月，我之前给你的警告，你是一句都不记得。哼。苏锦元，你扪心自问，你真的清白吗？阿言不可！你说你身体还没好，怎么就往出跑呢？今天幸亏阿燕在，不然你不得吃亏了。阿燕，我说你最近总是魂不守舍的，是不是因为苏新月纠缠你烦心啊？不过阿燕确实也到了该议亲的时候，祖母和母亲商量了。阿燕替萧家守孝是仁义，但也不必因为孝期耽误了婚事。阿燕平日里最为亲近大嫂，你可要帮着相看相看。我会替阿燕相看相看的。阿燕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跟嫂嫂们说说。多谢嫂嫂。我现在还无心婚事。阿燕不会是害羞了吧？公子，这是大少夫人给你精挑细选的贵女们，你可得好好看看。来，公子，你看，这位是刑部侍郎之女，颇有侠义之风。这位是翰林院学士之妹，这可是京城第一才女。看看，侠女、才女，各有千秋，好难选。哎呀，公子别喝了，大少夫人特意交代了，让你好好选。你看看。好。你喝酒了？你就那么想让我另娶他人吗？你要是不乐意，我也可以不插手的。不插手？
从你闯入牢狱那一刻开始，在我心里，你就逃不掉了。你告诉我，让我找个喜欢的，可我喜欢的就是你。我心愿，我想娶的也是你。你不是要给我安排婚配吗？那就把你自己嫁给我吧。沈云烟，你清醒一点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心愿你。谢云烟，你记住，我只能是你的嫂嫂。不是的，阿言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既然嫂嫂要我成婚，那我成婚便是了。阿元，我心愿你。心愿一个人是藏不住的。阿元，你从来都不是我打算，退婚书是有的，你明明也是心悦我的，你明明也是喜欢我的。阿言，小阿原本就有死过重，郁结于心，现在又心热不退的。你看好他，我去给他煎药。
阿远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让你生气，我错了。阿远，别怕，我在。阿远，我还是放不下你，就让我这么一直守着你，好吗？祖母，阿燕，这是怎么了？嫂嫂她发热了。哎呦，还真是热，这怎么搞的？你嫂嫂是被那苏新月欺负了？你不是在场吗？怎么都护不住你嫂嫂？不是苏新月，是我。你说什么？是我惹她生气了。你是说，是你把你嫂嫂气病的？你真是气死我了！我让你忘恩负义，我让你肆意胡来！你一个大男人的啊，你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儿家动手啊！我这么多年是怎么教你的？出去，廊下跪着！阿元醒了，我再找你算账。祖母，阿元，醒了。阿燕欺负你的事儿，我都知道了。祖母，我和阿燕……好了好了，快躺下。那混小子祖母打过了，居然敢跟你动手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阿燕，进来，给你嫂嫂道歉。祖母，我不想见到他，你别让他进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让他回去，不让他来碍你的眼啊。
可是凉州有消息了。没错，凉州大旱，太守蒋连堂竟隐瞒不报，导致流寇四起造反，旱灾才瞒不住了。苏姑娘，这次我前来，就是要你兑现承诺。这是采买的所有粮草。那世子答应我的呢？刚才朝会，陛下已经任命我为赈灾平乱将军。明日赴任。这仗做得漂亮，苏姑娘，我世子府正缺你这样一位当家主母，不知苏姑娘可有意？齐胜，赈灾事已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谢六，我可是认真的。苏姑娘花样年华，又温柔能干，守着你哥的牌位蹉跎一世。阿燕，一定要平安回来，多保重。六哥，我们等你回来。路上小心点儿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谢云烟，你要好好的，平安回来。我在家里等你。好。跳！苏锦源，你害死我全家，我要杀了你！苏新月，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要不是你抢夺我苏家财产，我又怎会怂恿我父母去囤粮？我母亲又怎会去借印子钱？他们又怎么会被抓？他们要是死了，我要你给他们陪葬！是我让你们坐地起价，发国难财的吗？我要杀了你！你没事吧？
他呢？要不要报官？算了，他现在怕是比死了还要难受。多谢大哥，敢问义士大哥姓名？义士大哥，不知怎的，觉得你有些熟悉。告辞。萧云熙，你若是真的放不下苏锦元的话，就摘掉面具跟他相认。我能这样看着他，就已经很好了。你每次都是这样，一拳打在棉花上。药师，席大夫说的参汤好了吗？好了。义士大哥，是你吧？先泡着。这是烫伤膏，快涂上，就不疼了。你怎能对我家厨房如此熟悉？哦，刚才你家下人有交代过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只是一个相貌丑陋的药仆，还请夫人自重。生了，三少夫人生了。小云轩，你是姑姑啦！我要当姑姑了，我要当姑姑了！看得开心。大嫂，我要当姑姑了。多俊呐！这孩子能平安出生，还得多亏大嫂当初请回了席大夫。大嫂，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萧家这一辈是景字辈，不如就叫景逸吧。万事顺遂，平安4溢。景逸好听啊，景逸，这名字好。好，待会儿我就加到族谱上去，我们萧家又热闹起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给阿燕再写封信，把这个好消息再告诉她。我来写，我来写，是吧？看把她开心。公子，思妍有线索了。咸阳曹司提取温之火。速战速决，解决了这批流寇，我想回家了。
见信安，凉州一行颇为顺利，我一切安好。凉州景致与京城大为不同，有机会一定要带你出来看看。最新带12凉州特产，你试试，可喜欢？凉州特有的火玉石，做了手串送给你。我后会晚些回来，你无需挂怀。我给你带了新出的茶叶，好漂亮的手串儿，是阿燕送的吧？阿柔，我给叶儿做了件新衣裳，谢谢大嫂。大嫂的手真巧，阿燕应该也快回来了吧？叶儿还没见过她的小叔叔呢，希望叶儿快一些长大，和她小叔叔一样。成为萧家的顶梁柱。阿燕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阿燕，阿燕，少夫人，您怎么了？阿燕有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？有快半个月了吧。听说公子剿匪顺利，应该快回来了。主子，谢云燕失踪，音讯全无，属下怀疑她是金蝉脱壳，冲着账册去的。那就告诉温之虎，设好陷阱，守株待兔。是。等等，萧家那边，我要的东西何时才能拿到？小的这就去办。苏姑娘，谢六出事了。谢六剿匪，孤身闯入流寇驻地，失踪了。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赈灾可收人心，平乱可拢兵权，这是萧家最好的机会。我后会晚些回来，你无需挂怀。谢六不会有事的，我也会私下派人去找苏姑娘，不必太过忧心。
萧家已经这样了，你还来找我做什么？哼，霍柔，你真以为主子送你进萧府，是为了让你给萧府生孩子的？你别忘了，你进萧府是为了拿萧家私印的。萧家私印要是那么好找，主子不会千辛万苦的送我进去。如今萧家又是苏锦云当家，那个女人鬼得很。我要是胡乱作为被她发现，坏了主子的大计，你担得起吗？哼，是没机会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想干？谢云燕现在不在家，这是你最好的机会。如果那个苏锦元碍事，那就除掉他。他要是死了，谢云燕回来不会罢休的。哼，放心吧，谢云燕已经回不来了。唉，自作聪明、满口雌黄的小子，还想着金蝉脱壳去找账册。我们的人早在咸阳等他了。哼！大嫂，你都跪了一天了，喝点参汤吧。阿柔，你这汤里不会加了别的什么东西吧？阿燕走的时候都跟我说了。你三嫂之所以差点保不住腹中的孩子，是因为中毒。中毒？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毒，是控制细作专用的。谢六公子，你这三嫂身份不简单啊！她是你萧家的人，救还是不救？给我一句话。你是在怀疑我给你下毒吗？萧府被人盯上了。我不得不做个样子，他们才不会怀疑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被人送进萧府的细作。三嫂，你能告诉我，你身上为何会有细作的毒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难怪三哥出征前特意嘱咐我。无论之后发生了什么，都让我保全你。你是说，三哥他早就知道我？是，三哥他早就知道你是细作，他一心护着你。可你呢？你一心想着算计萧家，萧家对你，三哥对你难道不够好吗？到底是谁要对付萧家？我不能说。
萧家确实对我很好，三哥也很好。你们给了我一个家，我还有了孩子。可我的命是主子给的，是他把我从死人堆里捡回去，给我饭吃，给我衣服穿。我吃下毒药的时候，就已经没得选了。你不是没得选，我答应过三哥要保全你，前提是我只护着萧家人。你和阿叶保下我的命，保下我孩子的时候，我就没想过要再出卖萧家。阿叶应该是去了咸阳查他们的证据，也许会落入他们的陷阱。大嫂，我已经备好了马车，趁着天黑，你快点去找阿燕。我再去杏林堂拿点药，有备无患。你快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慧柔，上菜。哎，客官稍等啊。阿远，放心不下，干嘛不光明正大跟他一起走啊？萧大公子该不会就这么打算一直在暗处看着吧？你就算情深似海，也是哑巴眼给瞎子看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。其实这样挺好，我不想。你不想什么？你人这么好，况且你们本来就有婚约。相处的日久，他一定会喜欢你的，你又何必自苦呢？你若真的喜欢他，就该让他知道你的存在，知道你的心意，知道你心悦他，你心疼他。西姑娘，
但凡有可能，这些话我定会一字不落地告诉他。可如今我是将死之人，他与阿燕有两情相悦，我对他可以有钦佩，有感念，唯独不能再有儿女之情。我和他终是无缘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成全他。放心吧，萧大哥，我一定会治好你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可你们斗不过他的。告诉阿言，萧家的事一成定局。可我跟阿言都不想认领。三哥出生的时候，我为何没有告诉他？我是真的心悦他。直到他死，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。阿远，我终于解脱了。就让我尸骨化灰，随水而去，永不相逢。阿言，其实刺客是来杀我的。阿柔是为了救我，才……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三嫂、为萧家报仇的。哪怕是搭上我这条命。阿燕，我不要你拼命，我要你好好活着。谢云烟，我不想像霍柔一样含恨而死，抱憾而终。对不起，是我困在身份间，为难你，也为难自己。其实那日，你说心悦我，
还没死，他很早就回来。代表萧家的掌戏桌子。萧大哥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，况且我一早就给了你放弃书，我们根本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夫妻。谢云燕，你当真要将苏景元让给你大哥？他是人，不是个物件，我凭什么让？也没资格让。他选择谁，那都是他自己的决定。谢云燕，你看似是在顾全你的兄弟大义，可你有没有想过小阿元他会伤心呢？他喜欢的人本来就是你，却被桎梏在身份的枷锁里。现在他好不容易往前迈了这一步，你又把他推开，你真的是……锦月，你救我萧家于危难，在我眼里，你是这天底下最好的姑娘。大哥，大哥！这是什么？萧家战败，我在临川附近的崖下捡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中毒了。我替他强行压下，但左右
也不过只有3个月的寿命，他不让我告诉你们，怕你们难过。谢大夫，你一定有办法救他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能在我席君宁的手里抢人，阎王也不行。谢君宁，别动！我虽然暂时解不了你的毒，但我从小食百毒尝百草，我的血可以暂时压制你的毒性。只要给我时间，我一定能救你。不必为难自己。夏云溪，你要是真的觉得亏欠我，就以身相许啊！你的命呢，我来救；你的人也归我。谢姑娘，我一个将死之人，你又何必？一路风雪，任白发纷飞，一阵风，一句誓言，不想谁才不会要走。无悔。阿燕。
这个地方应该和温家后院相连。若能拿到图纸，晚上再来探查一番。公子、夫人，不瞒二位说，这条坊虽然人少，可胜在幽静。这条坊里的房子都符合二位的需求。我看你这里格局都差不多，麻烦给我张图纸，晚上我回去和夫君商量商量。您二位慢慢商量，小的就先忙去了。你没事吧？有伤到哪里吗？我肚子好饿啊！啊？老板，2个包子。小心烫啊！哎。客官，菜都上齐了。不好意思，让哥哥姐姐见笑了。我爹从来不带我出去吃饭，外面的饭好吃，我就自己偷偷出来吃。哥哥姐姐别担心，我不会赖账的。我爹有钱，我爹是曹司提举温之虎。没事的，温公子，慢慢吃，不着急。阿洛，姐姐叫我阿洛就行。小人看的是千真万确，带走少爷的人啊，正是谢云燕。老爷，既然主子早有安排，那您千万别犹豫，万一到时候谢云燕拿少爷威胁你，敢动我儿，那就别怪老夫心狠手辣。根据我这2天的观察，他们有2处私盐仓库，一处在驿站，另一处在温家私宅。虚虚实实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去温府，你去驿站。今天我们遇到了温洛，怕是已经被温之虎盯上了。你们行动的时候千万小心。行了，发现是陷阱啊，打不过就撤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果然是私盐。还有素铁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放心你，偷偷跟来的。这是陷阱，得赶紧走。大人，这边。怎么了？这人我认识，是玉亲王的亲卫谭旭。报告谭大人，没人。温大人，解释解释吧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
我看就是你放走的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让你儿子偷偷给谢云燕通风报信的事儿，我没有。一个个为主子办事阳奉阴违，好好的计划全搞砸了。走。走。文州，谢云燕为何救我？行了，有什么要问的赶紧问吧。他已剩下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。温志虎，你为玉秦王做了这么多事，可他却对你毫无信任，一句不问就把你杀了。你到现在还不肯供认他吗？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，可我不会给你。要不是你们处心积虑的接近罗儿，玉秦王又怎么会怀疑我？谢云燕，我们全家都是被你害的，我就要看着你和玉秦王狗咬狗。是你为虎作伥，反噬其身，怎能还把罪过推给他人？你说的没错，这就是报应。当年洛儿身体孱弱，为了求药，我不得已受制于玉秦王。现如今，我就亲手害死了洛儿。你怎么样？我去查探温家仓库，却发现温家遭人屠戮。我晚了一步，只救下了这个孩子。我去清理一下。哥哥姐姐，洛儿，是你吗？爹爹，爹爹，洛儿，你还活着，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我们全家被贼人都杀光了。要不是他哥哥来救我，我也见不到爹爹了。那些贼人说，派他们来的是谢云燕。爹爹，找出谢云燕，为全家报仇。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！温大人，都到现在了，你还打算什么都不说吗？好，我说，我一直帮玉秦王贩卖私盐，还有铸造兵器的苏铁。后来，张策的事情被萧将军知道了，玉秦王怕他告发，便趁着临川战事禁忌，命我暗中不动，
三环之远，以至于萧家军大败。只是大败，并未置萧家于死地。于亲王虽然是陛下最宠信的弟弟，他就是再大胆，也不敢动国之根本。我和于亲王往来的密信，还有走私的证子啊，我就藏在书房的暗格里。老儿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。爹！爹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报仇的。还在想文洛的事呢。你记不记得，我同你说过，我有一个走失的弟弟。记得。他叫苏锦乐，小名也叫阿洛。他走丢的时候才4岁，算起来，应该和温洛一般大。也不知道他现在长成什么样子。公子，要告诉少夫人吗？阿洛在儋州病逝的事。不了吧。阿远，你别太难过了。阿洛他一定会遇到很好的人，也一定会过得很好的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之前写信的时候，我答应过你，带你去看看京城外的景色。回京之前，咱俩去仙阳散散心。就咱俩。慢点儿，这个色不错。再看这个颜色。明明说好的2个人，这该死的戏曲女，真烦人。你看他俩，夏雨，我听闻呢，这咸阳的炸蚕蛹是一绝，我之前来行医的时候吃过一次，去吃吧。哎，席君你了，阿元她一个女孩子家的，你大街上跟她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其实阿宁，谢公子，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你不许告诉他，好不容易给他出一次糗。来，我们走。走。慢走啊！哎，郎君，你和您夫人想要吃些什么呀？我和他俩才不是夫妻。对不住啊，我看走眼了。
祝你们幸福。请。走吧。你这六弟呀，还真有意思，你也不准告诉他。逗逗他也挺好，免得他呀苦大仇深。哎，店家，炸餐有。好嘞，请慢用。哇，好香啊！来，小阿元啊。哎，谢君宁，你干什么呢？那谢公子你吃啊？我小云溪，好吃吗？真好看，真漂亮，好漂亮啊！我们去看看吧，走。那个，哇，真美啊！这个好看。你们先看啊，我先吃啊。都一杯。来来。这也太好看了！哇！看这个颜色，你看后面那个，好大啊！阿元，等事情结束后，我想把我们的事告诉祖母和母亲。有大哥在，再让母亲收你做义女，我还会向圣上请求赐婚。我知道，就算有了这些，你跟着我还是会受尽委屈。我不委屈。你若不喜欢我，我才委屈。和你在一起，我迟疑过，但从未后悔过。在一起之后才发现，这一世没白活。老天待我真好。阿元，啊？好热呀！你还好吗？你累不累？没事儿。他俩怎么还不下车啊？去看看。看看，好了没啊？好像好的差不多了。啊？怎么下去了？我看一眼你这儿。君宁，你身上什么地方我没看过？这会又害羞，让我看看，你让我看看，怎么了呀？君宁，把衣服扒了，快点！席君宁，你干嘛呢？我疗伤啊，我给他疗啊！你给我出去！谢云燕，非礼勿视，你懂不懂啊？你还拖我下车！大哥，他是不是借着给你疗伤的名头占你便宜？我去揍他！阿燕，
他是在给我疗伤。再说了，他怎么可能占我便宜？要占，也是我占他的。你拉他下不来床。哎，阿叶，谁让你一天不男不女的？我，谢云燕，要不要我替你治治你的眼疾啊？啊，不信你问问他，你再问问他，还有他们，谁不知道我是女的呀？就你是傻子。只有我没看出来吗？啊。今有逆犯萧家谢云燕，血洗温府，十恶不赦者，有司速查此人，提供下落。今日先按计划行事吧，分头行动。好。你不能再动武了，你的毒源我还没有找到，如果再毒发我……好，我不动武。现在证据确凿，我相信阿燕可以处理。好。世子，他就是苦主。不错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包括证据，世子想必都了解了。此时我若是贸然露面，只怕会打草惊蛇。想要把玉亲王拉下马，温洛必须要告御状。怕死吗？不怕。那就好，只要你照我说的去做，我保证你能帮你爹报仇。阿洛，别难过。苏姑娘何时与我生分了？离京这么大的事情，你都不告诉我。阿元，要不你先去外面等我吧。世子，走吧。阿元，谢六，你当真是不遮掩了？对。所以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打他的主意了。谢六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是叔嫂？你要是真跟他在一起，他要面对的可是一辈子流言蜚语。世人眼里，不论苏姑娘有多好，多值得让人爱，只要她曾经是你嫂子，她就会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，被骂水性杨花，有违人伦。
多谢世子提点。但我所守的不是这3纲5常的人间纪律。天地可见，只要不负真心，这段感情又没有什么伤天害理的地方。我没做错什么，他也没有做错什么。你可想过，这条路不好走，他会后悔。我知道，这世道对女子不公，单凭我的喜欢，他就遭受了许多委屈，这是对他的不公平。但我会尽我所能，护他幸福。其实，你要真想让他幸福，还有一条更简单的路，比如苏姑娘嫁给我。世子还是闭嘴。大人，我乃曹司提举温之虎之子，进京鸣冤。我要状告玉亲王。丞相大人，曹民是曹司提举温之虎之子，状告玉亲王买凶灭口，血洗我温府。黄口小儿，信口雌黄。咸阳衙门报的杀你全家的，可是谢云燕。你敢污蔑本王，本王就送你去见你老子。玉亲王，公堂之上大放厥词，本相可判你蔑视公堂之罪。丞相大人，家父临死，将与玉亲王勾结的证据全数交给了我，请大人明察。拿下他！王爷，敢动本王！走私私盐，贪墨军粮，贩卖苏铁。玉亲王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当年家父为我求药，被玉亲王胁迫，不得已为他所用。这些年，利用漕运之便，帮玉亲王做事，政策皆在此。就凭这几张破纸，就定我罪？我不服！我还有人证。树营校尉谢云燕。哼，人证，空口无凭啊！那就让你这所谓的人证来这里说话。驻营校尉谢云燕，证实温洛所言不假。这是温志虎的临终证词，还有玉亲王藏匿私盐和素铁的地点。臣还亲眼看到玉亲王的亲卫谭旭杀了温志虎灭口，意图栽赃嫁祸微臣。臣父苏景元亦是人证。你们啊！你们都是串通好的！玉亲王，你身为皇亲，走私素铁，谋杀重臣，贪污漕运居里，所犯之事桩桩件件，皆是死罪。来人！皇上驾到！平身。
玉亲王，你真不愧是朕的好弟弟。来人，给朕把他抓下去。陛下且慢。陛下，玉亲王罪证皆在此，为何不公审？你依我大庆律法，玉亲王应当先入诏狱，待核实所犯之罪后，即刻问斩。谢云燕，几时轮到你教朕做事了？当时我萧家被诬叛国，也不过是冯奎一人所言，便合府问罪。今日玉亲王罪证确凿，陛下为何含糊其辞，不肯公审？放肆！谢云燕，朕念你是萧家唯一的男丁，此次就不予追究。若再有下次，朕绝不轻饶。陛下，玉亲王勾结南越，放南越大军入关，至临川失守，萧家军数万将士身死，却反诬萧家通敌叛国。草民这里有玉亲王亲笔写给家父的密函。你胡说！我何时勾结敌国？皇兄，我没有，我真没有啊！朕自有安排，跟朕走。玉亲王，你还我父兄命来！阿燕，谢云燕，你敢在朕面前杀人？陛下。我父兄忠烈，却死于此等宵小之手。臣身为人子，必定要讨一个公道。若陛下不肯沉冤昭雪，那我就算是拼上这条命，也要送他下地狱。谢云燕，陛下，萧家所求，不过是一个让生者释然、亡者安息的真相。陛下究竟在怕什么呢？皇上，臣知皇上顾念手足之情，可玉亲王罪证确凿啊！将玉亲王押入诏狱，证据核实，斩立决。皇兄，皇兄，我冤枉！皇兄，你们害我，是你们害我！皇兄，我冤枉啊！你们害我！玉亲王确实死有余辜，但谢公子，不要被人利用你的仇恨。
温公子，你父亲临死前明明白白告诉我，临川一战，玉亲王并不想置萧家于死地。那封密函，你究竟从何而来？若公堂有变，拿出这封密函，按照我交给你的去说，玉亲王必死无疑。可这是伪造。想要给你温家复仇的话，就照我说的做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我没有说谎。那就是你父亲说谎了。没有。我只是想给我父亲报仇，想给我们温家报仇。我有什么错？阿洛，我知你想为父亲报仇的心情，但若就此推给玉亲王，萧家一案就真的没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了。你不是要做我的亲姐姐吗？不是要做我唯一的亲人吗？你为什么也逼我？阿燕，你说，阿燕，给他点时间。我自己会查清楚。阿燕。谢云燕，来人，救命！谢公子，临川一案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否则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谢公子，你听我说，谢公子。少夫人，人都支走了，玉亲王这个狗贼，萧家冤案终于要真相大白了。多谢，但愿吧。谢云燕，你听我说。谢云燕，临川一案，我真的只是想要萧将军打败，这样他就无法反清告我贩卖私盐一事。可没想到，这一夜之间，临川战况急转直下，竟然失守，萧家军全军覆灭。那你为何还污蔑我父兄通敌叛国？临川大败，陛下震怒，敌人追查真凶，我肯定就罪责难逃。可通敌叛国确实另有其人，所以我只能卸下手里枪。小人，我死不足惜。若是萧家的罪我顶了，你可就放走了真凶啊！你得保住我，你抓着真凶，我可以为你作证啊！真凶到底是谁？说！阿燕，杨红突然被人调走，我们得赶紧离开。谢云，谢云，你得救我！看来想夜审玉亲王的，不止我一人。我去打探一下。
他不会死了吧？属下下手有分寸。皇兄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要保住我。你错了，时至今日，没人能保得住你。不过你放心，南越蛊毒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皇兄，你不会杀我，你不能杀我，你要杀我就……皇兄，为什么？你忘了？当年是我帮助你毒害父皇，不然这位子早就是端王的了。所以，你和萧家都该死。原来如此，是你勾结南越陷害萧家，对不对？其实你早就勾结了南越，难怪父皇刚死，南越就来进犯，真是好算计！先是利用我除掉萧家，然后再利用谢玉燕除掉我。你以为我死了，你那些脏事就没人知道了吗？我会在底下等你。萧家四爷传位诏书。四爷，诏书。肯震动。谢云燕毒害玉亲王，玉亲王临死反扑，刺伤了谢云燕。
被看守当场捉拿。谢云燕还想让萧家那些老弱妇孺活着的话，乖乖认罪。萧家死因与先帝传位诏书有关，所以皇上才会害萧家慢慢死去。阿元，他是皇上，萧家斗不过的。只有我死了，你们才能安全。保护好祖母他们。走。阿言，躲和退让是没有用的，只要有传位诏书这根刺菜，皇上永远都不会放过萧家。你要做什么？谢云燕，答应我，不准认罪，活着，等我回来救你。阿元。阿元，这大半夜的把我们喊起来做什么？阿燕呢？我记得你们一起从公堂回来了。祖母、母亲，今夜你们要离京避祸，齐世子会帮忙。避祸？避什么祸？皇上才是谋害萧家的凶手。今夜他又陷害阿言，毒杀玉亲王，以萧家全家人的性命逼阿言认罪。什么？母亲，其中详情等我救出阿言再细说。但此行凶险，只有你们离开，我才能放手去做。救人要紧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去收拾，速速离开。哦。好，阿元，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计划？我要匡正天下。苏姑娘果然石破天惊。今晚本世子没有来过这里。世子现在才要抽身，是不是晚了些？你想拉我下水？不是世子教阿洛为萧家伸冤的吗？所以救谢云燕，你必须做。苏景薇，你是疯了吗？我问你，怎么救？是闯天牢还是劫法场？你有几条命可以送？你知道我的意思。天真，师出无名，只会沦为天下唾弃的反贼。今夜，我得知一个天大的秘密，
先皇是被玉亲王杀死的，如今的圣上才有机可乘。当年，端王身为太子，却无缘皇位，我知你心有不甘，暗中筹谋，早有准备。若是有先皇诏书，再加上他德不配位的所作所为，世子可否师出有名？道真，我曾经答应过夫君，将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的。当年，先父萧盈亭与先皇情同手足，当时先皇担忧诸皇子有夺储之心，便早早留了传位太子的诏书，锁于太庙横梁之上。钥匙便是我萧家私印。后来南越来犯，太子亲征，先皇却突然驾崩，待太子与先父赶回，金上已登基。此时若另立旁人，必定天下大乱。先父只能将错就错，并告诫我，诏书一事永远烂在肚子里。可这依旧逃不脱帝王猜忌，我萧家终是家破人亡。敢问老夫人，私印现在何处？阿元，把你的掌家发钗取下来。怪不得他们到处找不到萧家私印，原来就是这发钗。世子，如今你可愿起兵？谢云燕狂妄至极，玉亲王罪名未定，他居然敢毒害玉亲王。陛下，臣觉得此案有疑。人赃俱获，还有什么疑问？疑问可太多了。怎么回事？
你们想造反吗？萧家临川一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谢云燕根本就没有毒杀玉亲王，玉亲王是死，可他的心腹谭旭还在。朕对玉亲王不薄，你不要胡乱攀咬。陛下是待我家主上不薄，可那是因为我家主上替你做了多少脏事，毒杀先帝，谋朝篡位，毒害萧老将军，而你呢，一出事便毫不犹豫地毒杀了我家主上。可惜我家主上早有预料，这些便都是证据。看看，这怎么会这样？这竟有此事！就是先皇传位诏书。我父亲端王，才应该是当朝天子。你先皇诏书既已明示，还请诸位大人与本相一起匡扶正统，以正朝纲。世子拨乱反正，臣等听世子号令。臣等听世子号令。佘英亭，你答应过朕，此诏书永不见光。朕心软，让你们萧家苟延残喘，朕就不应该答应他，朕就应该让你们萧家鸡犬不留，把他压下去，严审临川一案。放开我！苏锦渊，你如此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救谢云燕。可惜她已经死了。放开我！谢云燕，阿远，我心愿你。心愿一个人是藏不住的。谢云燕，答应我，活着，等我回来救你。阿远，我这个人性影响，鲁莽，还幼稚，被这样的我喜欢，当真是委屈你。谢云燕，你答应过我，会好好活着。你答应过我的。阿远，阿燕，小阿远，你该不会以为谢云燕死了吧？放心，
有我在啊，肯定不会让你守寡的。阿燕，大哥，阿燕，我成功了，我们再也不用怕青帝了。阿远，你做了什么？他呀，舍得一身剐，把青帝拉下马了呗。现在当皇帝的应该是齐胜那小子吧？临川一案马上就会真相大白了。大哥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哦不，我先替他把毒解了吧。毒？南越蛊毒。走，我先带他解毒。走。走，我们也回家。走吧，回家了。来，慢点。地下，地下，这样不就好了？答应过你，待事情结束后，我就将我们的事禀明给祖母和母亲。啊，祖母和母亲还在齐胜的别院住着呢。你的伤还没好完，大哥的毒也不知道解没解。齐胜也还没。阿远，我心愿，我想光明正大的去，不想再遮遮掩掩了。你就答应我吧，阿远。大夫人，您别急，秦世子说了，他会把我们方方的送回来的。我已经等不了了，居然去造反！这个苏锦元真是敢把天都给捅破了，这老夫人也真是惯着他。齐胜说，等登基那日会昭告咱们萧家的冤案，还让你我去观礼呢。哼，他给你说不给我说，怎么着？当了皇帝之后还有空给你写信？贼心不死！他心思深，我可不干涉。再说了，我已心有所属。谢云燕，
你们。谢云烟，你居然敢拦着我！你是被苏锦元这个狐狸精勾了魂了吗？母亲，你要打就打我吧，是我喜欢他的。谢云烟，我们萧家这么多年，亏待你了吗？你大哥亏待你了吗？我可是一直把你当成亲儿子呀！这满京城什么样的女人你不能找？哪家的姑娘你不能喜欢？你非得选她？她可是你的嫂子！母亲，你闭嘴！把我长媳的镯子还给我。镯子呢？你把我的镯子弄丢了吗？苏锦元，我家云溪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，认识你这么个女人，让你一次一次的羞辱她。你简直不知廉耻！母亲，是我纠缠了他，是我不肯放他走。他没有对不起大哥，他跟大哥也没有成婚，放婚书是给了的。他是为了萧家，才成为了萧家的萧少夫人，萧家不能成为他的坟墓。母亲，我求你，只要你收她做义女，那一切就可以。收她做义女，然后你们踩着云溪的名声双宿双飞吗？早知道如此，我当初就不该收留你。母亲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顶着萧少夫人的名头，却对阿燕动了心。我会离开萧家，我不会给萧家和萧大哥增添污名。你要离开萧家？是我没资格再留在萧家。谁说你没有资格？老夫人，他不认你做义女，祖母认你做孙女，你嫁谁都行。祖母。母亲，不要让大嫂走，大嫂，你不要走。你们都舍不得她是吧？可是你们有谁还记得云溪吗？活该我的云溪死了还要被人戳脊梁骨。我是恶人行了吧？只有我是恶人，我是恶人。
母亲，雨欣，母亲，雨欣是你吗？真的是你！让母亲好好看看。大哥，雨欣，雨欣。这段时间你到底去哪了？你们早就知道云溪还活着。大哥其实早就回来了，只不过之前身中剧毒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回。他怕你们难过，所以才一直瞒着你们。祖母、母亲，阿燕和阿元的事情，我是知道的，我也是同意的。就当是我求你们，你们成全他们吧。可是所有人都知道苏锦元是你的夫人，你这样会被笑话一辈子的，不行。可我已经有夫人了。什么？君宁，出来吧。你不就是那个大夫吗？对啊。夫人，你也知道我的性子，在我眼里啊，他不是什么萧家的公子，他是我用各种名贵的药材，还有我高超的医术从阎王那抢回来的。你要是给他乱配夫人，我可不答应。我去让新帝给2对新人赐婚，绝对不会让人说他们闲话，这样总成了吧？这次就让老身为他们做主了。再见了。这把剑斩过南岳16部的铁骑，我想去试试，看能不能斩南岳的药草。你们萧家现在可是朝廷新贵，如日中天的。萧家的司役呢，更是可调动全国兵马。你当真舍得？这庙堂太高，真心难移。不如这江湖，明月清风，乐得逍遥。不知席神医还缺药壶吗？阿元，那你想要什么呢？有人归去江湖老，有人直歌护江朝。我想要的很简单，爱所爱之人，手所手之道。那你现在最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嫁给谢云燕。
南越来犯，萧府县云远接旨，即刻出征。阿远，等我回来。我和你一起，我们的合卺酒在临川的烽火台上吧。你说当时如果你没有逃婚，大哥没有出征，萧家也没有发生那么多事情，我们会不会就这么错过？不会的，命中注定的人，哪怕重来一世，兜兜转转还是会遇到的。其实我心中总是有遗憾的。当年在初遇你时，为何没有当时就对你说，我心悦你？那是什么时候？我叫谢云燕，心悦你。